Hello，大家好，我係 YM，歡迎大家嚟到 YM 冰人工作室。咁呢，聖誕節嘅時候呢，咪有單阿塞拜疆航空嘅空難嘅，咁亦都初步基本上肯定咗呢係一啲軍事上俄羅斯嘅軍事上嘅失誤呢，令到架客機就墜毀啦。咁但係呢，我細估唔到呢，我以為得翻一個禮拜，應該2024年都唔會再有空難發生。點知事實話俾我聽呢，係錯，仲要錯兩次。點解呢？喺12月28號同埋今日12月29日呢，分別有兩宗嘅飛機事故，而今日12月29號呢，嗰單更加一個嚴重空難意外。咁首先嚟講，我講翻第一單意外先。第一單意外呢，就係呢個荷蘭皇家航空，簡稱叫 KLM， 一架呢波音737-88型嘅客機呢，就喺28號喺挪威奧斯陸起飛之後呢，發生一個液壓故障，緊急降落咗呢個桑德爾福德機場嘅時候呢，就衝出跑道，咁滑咗入跑道旁嘅草坯。好在呢，冇造成傷亡。咁嗰部客機呢，就叫 KL1204，機上呢都載咗成182個人㗎，同埋機組人員。咁喺當地時間呢，就28號週六嘅傍晚6點10分，即係1810呢，從呢個挪威奧斯陸機場起飛，原定呢前往呢個荷蘭首府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但係起飛之後呢，發覺液壓系統呢就故障，改道降落於奧斯陸嘅桑德爾斯德機場，飛機就滑出跑道，好在呢就冇人受傷。咁呢單係叫做好彩事件，但我而家呢即將要講一單非常之不幸嘅事件。咁而另一單呢，就係發生喺亞洲區嘅韓國嗰邊嘅濟州航空公司嘅一單空難嚟嘅呢單。咁呢，就係南韓濟州航空一架波音737-88型嘅客機呢，就喺今日12月29號呢早上降落全羅南道慕安機場嘅時候呢，懷疑受到鳥擊導致架機呢就放唔到起落架，咁偏離跑道墜毀。機上呢就載咗有175個乘客同埋6個機組人員。咁當地消防部門呢，相信全機呢只係得2個獲救人士生還，換言之呢，其餘179人呢，相信已經全部罹難。而家呢，已經係揾到屍體呢127具屍體。咁而家當局呢，將會從呢個鳥擊同埋惡劣天氣呢個方向呢調查成因。咁大家都知道韓國而家混亂啦，尹錫悅就即係俾人罷免咗啦。而家有代理總統崔尚木將呢個全羅南道慕安郡呢設為特別災難地區，慕安機場則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升降。呢部涉事客機呢，就係濟州航空。濟州航空呢，其實就係一間廉航嚟嘅，佢呢部客機編號係叫7C2216。喺周日嘅凌晨2點11分呢，喺泰國曼谷呢個素萬拿普機場起飛，即係一個紅眼機嚟嘅。同日大約去到早上嘅9點07分，諗住降落呢慕安國際機場嘅時候呢，衝出跑道撞向防護牆，隨即爆炸起火，冒出大量濃煙。可以喺啲圖片見到呢，客機着落嘅時候呢，就放唔到個起落架落嚟嘅。咁所以呢，就機腹着地，高速撞向跑道盡頭嘅防護牆，瞬間呢就爆炸變成火球，炸出大量嘅飛機碎片。客機呢亦都斷成2截，被大火吞噬，剩翻機尾殘骸可以認得出，而圍牆呢亦都撞到碎晒。隨即機場呢已經大批應急人員趕到現場，喺客機後部呢開始進行呢個救援。消防部門指呢，大部分死亡嘅乘客呢係被拋出機外嘅。由於相信機上大部分人已經死亡呢，已經將個重點呢就轉為搜索遺骸，並在機場設置咗臨時停屍間。當局話呢，機上乘客分別有173名嘅南韓人、2位泰國人、
獲救嘅包括係一男一女嘅空中服務員，死者最年輕只得3歲嘅啫。調查員亦都透露咧，呢班機咧本身咧係應該係早上8點30分咧已經係應該要降落呢個武安機場嘅。咁佢第一次埋到去接近武安機場1號跑道嘅時候咧，就發覺冇辦法咧就做到一個正常降落，於是咧就復飛試圖再降落，結果就發生呢單空難。咁亦都話咧，起落架無法正常放下之後咧，客機試圖用機身着陸咧就減唔到速，結果就撞向機場嘅末端結構。咁啊，韓國國土安全部當日嘅下晝開咗記者會咧，就話已經揾翻個飛行記錄儀，俗稱叫黑盒嘅機件啦，亦都會將啲數據攞去分析。客機原本咧嘗試喺1號跑道降落，武安機場塔台咧已經喺0857朝頭早8點57分咧向客機咧發出一個鳥擊嘅預警。咁喺1分鐘之後咧，亦都機師咧發出一個求救信號 Mayday 咁樣。塔台咧喺收到之後咧，就發出喺反方向跑道降落嘅指令。機師咧亦都接受咗指令之後，嘗試咧喺19號跑道咧着陸。喺0903客機喺起落架未放低嘅情況下咧，進行呢個機腹即係機肚着陸之後咧，就撞向機場嘅圍牆，就所以不幸發生呢個意外。咁呢個意外咧，當然冇人想咧，亦都 YM 自己個人上都冇諗過喺臨尾2024年最後嗰2-3日都再發生啲咁嚴重嘅空難意外。咁啊，亦都即係個數字咧不停由最初可能幾十人去到最終話可能有差唔多全機罹難。咁亦都係真係好傷感嘅。雖然 YM 就唔識入邊嘅人啦，但係都希望佢哋可以安息啦，亦都希望受傷嗰2位機組人員可以早日康復。咁當然啦，死者家屬都可能需要一個好長嘅心理時間嘅安慰。咁啊，無獨有偶咧，呢2單意外咧咁啱咁巧又係波音737-888嚇，呢隻係咁嘅中型細機。咁啊，當然我唔夠膽講話關唔關波音事啦，但係即係波音嚟講，真係以前我係好中意波音嘅，但係而家我就會即係有機會揀，我真係好想坐翻 Airbus 啦。即係雖然未必關事，但係個心理結構上真係有啲擔心嘅，特別係屋企人有陣時都會即係可能出去遠門要搭飛機咁樣。雖然話飛機空難意外相對喺陸地上係個機會少，但係大家都明白到啦，即係空難一發生咗咧，基本上個生存率就係差唔多係叫非常之低咁樣嘅，咁所以都係幾得人驚嘅一樣嘢。咁當然啦，呢啲鳥擊嘅就有陣時冇辦法避免啦，即係雀仔撞埋架機度。咁所以亦都唔好睇小大自然嘅威力啦，即係可能啲雀仔唔好意思，一隻小動物或者一群小動物就可以將我哋人類咧百幾人可以就由喺世界上存在變咗突然間消失咗。咁亦都容許阿 YM 喺度講句啦，就世事嘅嘢咧真係冇人知曉嘅，你唔知道幾時意外會臨到自己身上，所以咧活在當下啦，就即係盡情可以合適地就去享受人生啦。咁亦都咁講，如果身邊有親友啊或者朋友同你有嫌隙啊有芥蒂嘅，盡量解決咗佢啦，珍惜眼前人，因為你唔知幾時有機會會下一次已經其實冇機會見到對方。即係好似講得誇張啲。YM 本身都會而家今年開始咧都游冬泳咁樣，都當然有暖水啦。咁但係我真係冇試過咧，就喺水入邊抽筋，嗰種無助感咧，真係如果游唔切翻埋岸咧，因為隻腳掂唔到地啊，真係雖然話有後尾睇翻話可以教點樣鬆解隻腳，但係其實你嗰刻咧真係救唔到咧，就真係救唔到，就真係會出生命危險。咁所以我都好明白到阿生死一
一剎那，其實真係好快。當然，如果好似我咁有信仰，咁當然咁當然有種依賴啦，即係大家。但係我信仰上，我根基雖然好耐，但係我即係嗰個即係仲有好多掙扎嘅，所以我就即係都唔會話太過即係 rely on 個信仰令即係睇化生死呢樣嘢咁樣嘅。咁所以嚟講，無論你有冇信仰都好，都珍惜眼前人啦。即係生命嘅嘢好無常嘅，係啦。咁可能呢一刻你見到佢，下一刻可能就冇。所以就係咯，呢個意外都值得我哋反思。特別啲大時大節成日都係，即係譬如西歷年都未到啦。咁好多時都發生啲咁嘅嘢，都令人幾傷感嘅。係啦，呢條片就講到依度啦。如果大家想覺得認同我嘅話，歡迎可以都俾個手指公我啦。咁亦都可以咧留言啦、轉發翻啦。最後，如果認同呢個頻道嘅話咧，歡迎大家可以訂閱啦。咁就最緊要揀翻個鐘仔，咁咧就有新嘅消息咧就會通知大家嘅。再次多謝大家咧善用你哋嘅寶貴時間收睇收聽我嘅頻道，多謝晒大家，下條片再見，拜拜。